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9月30号到10月6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创业家兄弟开发 AI 导购机器人。创业家兄弟旗下2个电商平台，现在有松果购物跟生活市集，你应该也用过。那并宣布会在今年的 Q4 推出 AI 对话机器人，透过关键字来协助商品完成销售，就导购，预计将大幅减少客服的压力。第二 ，Threads爆红会杀死 Dcard 吗？Threads 就是很多人讲的那个脆然后它其实是那个工程师的用语，什么线程，在中国那边叫线程，一条一条线程这样。那9man一个网红，他拍了一支影片讲 Dcard 会崩盘，因为流量都跑去脆了社群主要就是围绕女性在运转的这个看法你要先有女生，你才会有一群男生嘛就会跟过来，就这样你要是做一个社群一开始就先瞄准男生，那就不会有女生跑进来就这样你这个相关的看法，爱情公寓以前也发表过嘛，反正你就先把女人拐进来就对了，然后男人自己就会冲进来了那Dcard真的是最近坏事频传，未来堪忧这个要多保重。什么外遇嘛，什么都没的。第三，法国网红走访台湾最烂的5个县市法国 YouTuber 叫酷的梦，那拍摄了台湾5大最烂夜市影片，批评夜市的物价过高，篮球游戏一局高达600块，真的是不知道在贵什么。那希望这些被点名的夜市自治会可以做出一些改善不是每次只要被点名又在那边摆烂。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新闻，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是9月30号到10月6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创业家兄弟开发 AI 导购机器人。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创业家兄弟讲这个名字大家比较不知道，但它有2个大型的那个电商通路平台松果购物跟生活市集。松果购物、生活市集创办人的故事也是很精彩就真的是一对兄弟然后以最早开始的题目叫地图日记，后来被并购为什么，然后台湾团购怎样弄到现在，然后他宣布今年的 Q4 要上线 AI 对话机器人，并且透过关键字来协助做商品的导购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现在他们系统还没上线，所以功能有多厉害这个也不知道，但我未看先猜，应该比较大的帮助是在减缓客服的压力因为他说很多使用者都是属于中高龄的族群，那这些人如果进线的话，都是问一些我们年轻人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你现在打电话然后教你的妈妈用电脑这样教你爸爸用电脑这个讲不听，就说左边上面应该有出现什么，讲不听，然后还要顾及那个老人长辈脆弱的自尊心这真的是反正就这样 AI 机器人回不完那我朋友的经验是这样，就是把 AI 的功能导入来让他回答一些基本的服务条款，然后写的比较人味一点，不要看起来是机器在回他那这类的作用其实就可以让客服的工作量有明显的下降因为大家在问的还不是说在 QA 里面，他就是要问那真的会进入到客服需要真人作业修改订单什么没的，那数量会大幅减少很多。也就是说这个 AI 机器人它没有完全征服客服这个题目，它只是把关而已，把问题做分流，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我就认为帮助非常的大了那销售这一段的效果是怎么样这个就要等它正式推出试过才会知道。但我认为这个必然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为什么？客服现在成本很高非常的高。你如果要请一个24小时客服在线，那你大概要养到4班人，3班在线，1班休假，请人又很难请人又很贵，基本公司一路调涨。我那些做老板的朋友就都有在改请来的人也不是说什么多厉害的人，就是以前的身手，只是现在凭空就变贵这样。客服 AI 化释出人力，这是一个大家都会去做的选择。第2个新闻 Threads 爆红会杀死 Dcard 吗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是9man在前几天他发了一支影片，标题我念一下我们正在见证 Dcard 的陨落脆爆红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OK， 网红观察室九妹，这是他一个节目，然后就在讲说，他有观察到现在的台湾人想要看文字的时候都跑去吹，那就导致迪卡的流量大受影响。例如说以前的爆文可能会有1-2千则留言，那现在同样的主题要破500则都很困难。那他有发现自己认识的一些女生包含女创作者，现在都移植到脆了并且强调他认为这个社群这东西就是围绕着女生在运转的，所以他真的认为迪卡现在会慢慢的消失。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的，虽然我没有说很喜欢九妹，你看我每次都故意酸他什么什么抽大麻有麻烦的之类，但是我觉得他的判断这是应该是正确的尤其社群是围绕女性旋转的这件事情，不要说其他，你说交友软体就好了。这个是个很典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假设你现在要创业，要去做一个社群聊天软体，你要先主攻男生还是先主攻女生？我告诉你，你只要花1份钱就好了1份钱你主攻女生就好了，女生到位，男生就会来了如果你是刚开始推广的策略是只抓男生 ，OK 好，你的软体就 gay 掉了就只会有男生在这上面就这样，这是人性你看哪一个交友软体它的 logo icon 看起来都香香的可爱可爱的就是女生会喜欢绝对不会有一个就男的刀啊剑啊齿轮啊机械啊这种东西那都臭男生在玩的才会长这样。所以社群天生围绕女生存在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合理。但迪卡最近真是有点惨4月才把电商相关的好物研究室关掉我有一支影片有讲那现在又遇到了公司的成员劈腿被抓包还搞到上新闻。最惨的是这篇贴文爆红也不是在迪卡，是在脆他自己都没有吃到这个流量。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就是来个其实是个整人节目策划之类的，就没有现在真的被脆瓜分掉。然后现在九妹又跑出来踩一脚，真的就是迪卡这个要不要去拜拜怎么运气这么奇怪这么差？还是你们那个办公室这个风水有点问题我觉得门口太臭了门口大家都拖鞋进去好，来第3个新闻，法国网红走访台湾最烂的5个夜市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一个 YouTuber 酷的梦拍了一支影片来逛台湾最烂的5个夜市，哪5个我就不讲了，有兴趣自己去看反正都有听过，什么垦丁大街之类。然后发现现在这些夜市超级贵，玩篮球1局600然后这支影片我在写稿的当下11天已经有161万次观看了，我靠，这个是要烂到全台湾都知道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很惨真的很惨我们平常自己都会嘴臭在那边讲说台湾的夜市又贵又难吃，晚餐想吃什么？想吃夜市那你至少要带500块那我去逛夜市我带500块，我干嘛不去吃12国王品？对，现在夜市就变成这样。然后现在又被一个外国的 YouTuber 拍影片直接在那边践踏这是丢脸丢到全台湾，丢到全世界去这个要怎么整治我乱想的方法啦我乱想的反正要胡乱大家来胡乱，就是你夜市里面的摊贩不是有很多会弄 Google 店家嘛，对不对Google 店家，那如果这个店家的 Google 店家高于 4.5 颗星，你就给他发什么福利甚至极端一点，低于几颗星，这个摊位租金要调涨，或者是就不续租，这样子才能够变相的去逼大家提升整体的品质我知道你要讲那个星号也可以作假或者什么，Google 现在会去处理这件事情。你看之前不是有一些店出事情，然后老板还很嚣张，我们大家去灌他1颗星也是会被删掉，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相信 Google 的算法至少它看起来就是真的东西，你水军要去洗完全部都被拔掉这样。当然这执行起来必然会有很多问题什么在地势力什么夜市自治会什么有没的，那这个就是他们自己要去处理的事，不能够让说这个夜市持续在败掉我们台湾各个政府局处官员观光局什么的现在好像升级，观光局是不是变观光署那他们就对他们这边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大家这个国外乡民来拍个 YouTuber， 然后台湾就炸掉这样也不行相对于打广告宣传，处理这些有问题的夜市摊贩不是比较简单比方说垦丁的阳伞，对不对？遮阳伞，都是这些很相怨的情况他10几年都这样，为什么现在不可以他比你还凶就这样。好，来我们整理一下9月30号到10月6号的3件电商大事。
第一，创业家兄弟开发 AI 导购机器人；第二，Trade 爆红会杀死迪卡吗？第三，法国网红走访台湾最烂的5个夜市。讲八卦讲八卦。AI 的部分，可以发现我的这个频道对 AI 的琢磨比较少那因为我现在讲都不准，你知道 AI 的进步真的是太巨大了。我请问你 AI 从进入我们的眼界大概多久的时间？你不用去搞那个什么学科历史什么，能不能翻出来跟我对？来，2023年3月15号，2023年3月15号，因为这一天发布了 ChatGPT 3.5，就这样，2023年3月10号，也就是才1年多而已，真的才1年半而已的时间1年半而已的时间，你看现在 AI 狂奔成什么样子那 AI 客服机器人以前技术上就是解不掉一个东西我们现在讲语音机器人，语音跟文字，语音机器人，语音就是解不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就是话没讲完。也就是说，现在不是又刚发布了一个新的模型叫 Open O1 以前都用什么 GPT 来命名，现在就叫 O1 O1 的这个模型很夸张，你可以插嘴，你可以打断它真的是可以打断它。那打断它在那个实务客服上的用途，才能够真的去解这件事情。就是你语音客服机器人聊天就打断它，然后新的主题或者是什么，这个在以前的模型都做不到。所以大家都在研究嘛 ，AI 出来，为什么客服这个工作还没有被引来很大的震荡技术上的难题就是之前的模型都不能被打断，现在可以了。然后现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聊起来，当然口音有一些状况，不过这个你一听就觉得是个 ABC 在讲中文，但是这个可以去调整的好，那打断它的话，我来 demo 给你看。首先就这样，我现在是用手机 demo 那你也可以用那个，反正工程师有他们自己接 API 就对了。好，你就等它跑出来以后会是这个蓝蓝的东西那我现在就来演示给你看。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那个我在你们松果购物上买了1箱榴莲那个榴莲他说7天到货怎么到现在还没收到？看来你的榴莲还在路上嘛，建议你联络不是，我弄错了，我买的是山竹原来是山竹那可能还是得联络松果购物的客服看看。等一下，你那个我其实也忘记我是在松果购物买的，还是在生活市集买的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吗？抱歉，我无法帮你查询订单资讯，你可以先看看你的订单记录，或者联络两边的客服确认一下在哪个平台购买的。好，那除此之外我还需要做什么事情吗？那个我当初选的是货到付款还是怎么样？你可以先回想一下当初下单时的付款方式，如果是货到付款，等收到商品时再付款就可以了。如果是线上付款，可以再查一下信用卡或银行账户，看是否已经扣款。谢谢。你看这个就是插嘴当然我现在没有去用一个主题，然后请他扮演好，所以他查不到我订单。废话，他怎么会有我的订单编号他能够这样子跟我流畅的对话，而且那个响应时间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老人家在听那个语音客服的话已经很 OK 了很 OK 了。接下来会高歌猛进的就是这项技术不只是电商行业，银行应该会先做。为什么？银行钱多我们打进去不要在那边什么转1转2转3，然后等他念那么久，不用了他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跟你聊天，然后问你要干嘛，然后他自己去帮你导流进去，银行先做。那接下来应该就是我们脚步比较快的电商产业会做就这样这个拭目以待吧，这就是会发生，这个东西就是时代抵挡不了的东西。那你说客服人员会失业吗？我倒也认为不会不会失业。客服这个工作应该是公司会培训他们去处理更高等级的技能更高等级的技能。以前就是一个叫接线生等级就可以做了，那么国中生也可以做。那现在的话是真的要了解公司内部运作流程什么，然后让他们去解很难的问题升级到去解难的问题。这里是一个判断我把我的判断讲给你听。我之前老板是这样真的是吓到我，不愧是老板的格局就是
AI 出现不是说一堆工程师一堆客服都会怎样要面临失业然后闲聊就问他怎么看。好，我本来的预设立场是说他是一个资本主义惯老板所以他一定讲说安利赫啊，他只要吃电费怎样不用给薪水不会检举什么没的，讲这些。结果他的反应是那很好啊那你去研究，我们来用他说这样子我就可以让一个人去做10个人的事情那他还不会很累因为有 AI 的帮忙，这样产值放大10倍，他的薪水会更高，对不对？就这样就解啦。老板的格局就是这样，他并没有说我付1个人的钱，然后去做那个10个人的事，然后把你操得要死，不是？他说就 AI 看怎么协助他，让他1个人去做10个人的事，然后拿更多的薪水，可能拿两个人的薪水。那重点在他讲那一句，还不是很累？对啊，干嘛要这样？我们要利用工具啊，而不是说变成资本市场的奴隶。那老板的格局不一样，有的老板就是处心积虑去想办法开除掉员工嘛。那有的老板就说那现在有这个工具，我的员工就战斗力会变强，那这样很好啊。那这样子我去拿到更多的利润，那我们就来分嘛，这样分才过瘾嘛。这个就是大家看待科技看待 AI 角度不一样某种程度来说，我是佩服他的居然敢这样子想。那当然什么所以你赚了其他9个人的钱，那你不分他什么，那都是后话，至少什么他没有说要想办法去用 AI 然后去削减掉人力，然后让剩下的人去扛这些东西，并没有。他想要加人加更多的人，然后都冠上 AI 这个 buff， 那不是可以处理更巨大的事情吗？以前公司100人，大概就做100人的事情然后大家努力一点，可能可以实现大概120人的战斗力。那现在不是呢 ，AI 工具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公司100人，你可能可以杠杆出700-800人的人力呢。对啊，所以在毛利低的行业里头，我认为更需要重视 AI。为什么？你就毛利太低了嘛，你又不是 design house， 所以你更会依赖这种东西，用 AI 工具去提高效率毛利低就毛利低，就走红海路线毛三到四就毛三到四。可是现在有 AI 在帮忙，所以说你做的量体会很巨大，然后你的人都闲闲的都不是很累，这样最 OK 至少短期之内看起来就是劳方跟资方双边可以达成一个很好的平衡就这样。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SHEIN、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